白继生，喝个水。我们还不录口供吗？命令说市场等着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他妈想干什么？对不起。你还抬头挺胸，你有理了？你真以为你是跑口记者就有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？你怎么敢的呀？对不起，张军，今天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不顾纪律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？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，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？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。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，我一想到我追了10年的案子就要破了，我就忍不住往前凑，我没想到凑那么近，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，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。张军，我真不是狂，我也不是盲目自信，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，他的脚比我大多了，不是39码。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，那个人39码，他肯定就是39码，我是相信你们。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，不管你跟了10年还是20年，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。张军，找份资料。给我来一个。你耷拉个脑袋在这杵着干什么呢？没事干了？还有你们，怎么了这是？连人抓了2名嫌疑人，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呢？该抓的人没有抓到。你说什么？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辛苦不会白费。银都案发到现在这么多年，我们遭受的挫折不少，一个线索断了，总会有一个新的线索出现。我们可以不停的试错呀，但是犯罪嫌疑人只有一次机会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回去以后啊，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，暂时存档，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。是。是。你跟我到会议室去一趟。是。你沏杯水去。你们都坐下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暂时存档，重点不在存档，在暂时。明白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
来了，坐坐。总编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会多想啊。来，你用这个杆儿，耳朵挂好了。来了就踏踏实实的陪我钓会儿鱼。快快，那儿撒过窝子了啊，就那样。前2年，我老娘身体一直不好，这不初6又摔了一跤，动不了了。我是这个家的长子，我得负责呀。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。该做的事儿没做，才会遗憾呢。白狼，这次干得漂亮，真的。这次报道，咱们报社里那几个扬言要混日子的，都写出了枪火气。还有那个施战军，哎，他没少跟上头打报告。我觉得你们俩搭档挺好的啊。他还打报告呢？我打报告怎么了？看着点你的票没了吧？饵肯定也没了。有，我看人家钓鱼，这竿往地上一架，那很省事儿啊。竿拿在手里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。有一点点的动静都会有感觉的。要全神贯注，要有耐心。站住！好，站住！站好！站住！站好！不好意思了。说好了在饭店门口等，你跑到江边干什么去？这帮王八蛋，没完没了了。好事儿，
他们越是气急败坏，说明咱们打得越准，打到痛点上了。你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多部门联合行动，百日攻坚。我市出租行专项整顿圆满收官，圆满收官，挨几顿不值。哎，我听老严说，你跟上面打报告了，将来功劳簿上有你一份啊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上面会效仿《华西都市报》，开设公安条线，让你来做跑口记者。可能领导也没想到，有你这型的记者。我什么型？敢上，敢写，敢报。蓝娟，往官方里说，这是我们都市报的里程碑，是我们都市报公安专线的真正起点。从我个人角度来说，手握鱼竿，才能第一时间感受水下的动静。咱哥俩那个你忘了？拨云见日。一会儿到了现场，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。放心吧，到了人家地盘，我不会给咱们黔州公安丢脸。哎，自己瞅瞅，就你这样的，还想代表公安呢？我端庄一点。你可以再恶心一点。话说89年，我第一次来院口，就逛过那个供销大厦，很气派，算是咱们梧桐省最大的供销社了。后来承包给个人，变成了百货大楼。我也去过一次，印象中卖的东西很时髦，没有供销社的感觉了。他那儿现在卖的东西都很高端，1楼卖珠宝，2楼卖电器。出事儿就是在1楼。相关许可证都带齐了吧？都带了啊。送来。支队，给我打2副。纪律。纪律。打过报告了，让他进。好。那位是叶海清，传便一点。以前是黔州市局刑侦队长、韩剧专家，退下来之后呢，就在黔州进修，教狠技学。梧桐省有90%以上的刑警都听过他的课。之前也是海参案专案组的顾问，这次又是强奸案，所以把他请过来，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叶老师。拿了。没打扰到您吧？啊，没有没有。这位是公安条线记者，白朗，叶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没事吧？上个月领导不是提出警媒合作的设想吗？他们前报就设立了公安专线，对动员群众力量、树立公安形象都有帮助。知道黔州出租车那事儿，你看了？我追着看了2个月。你们很有胆识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你来干嘛来了？我来。别光谢了，本儿拿出来吧。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凌晨1点50分案发，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，听到那边床上用母区有动静，就走过去检查，看见席蒙斯床旁边立起一个人，冲着保安喊：“嘿！”喊完就开枪，结果把保安左手拿的手电筒给打掉。保安说：“
当时他跟凶手的距离就40-50公分，说那个人戴着头套，看不到脸。第一枪没打中，凶手要开第二枪。两个人一路追赶，就来到了这个区域。结果消音器从枪口脱落，子弹没有打出去，留在了地上。在2楼巡逻的另一个保安听见动静，赶紧下到1楼。凶手一看人多了，转身就跑。他从1楼的楼梯爬到了3楼，从3楼的排水管道就滑下去了。叶老师说的非常清楚，我一个字都不用改，就能直接用。一会儿你再好好看看。明白。不能什么都写。叶老师亲口说的，你不能记吗？叶老师，确认了，确定没有爆炸风险。金格瑞，你知道？这是个打火机，卖烟斗烟丝的地方才能买得到。记一下。谢谢你提供的信息。对不起，认识。金格瑞打火机，柜台售价是598元，我们专门买了一个，拆开，封装好的盒子里确实是白色内衬。我们在手雷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发现了指纹，就是留在白色衬纸内壁上。这个地方不太可能在生产销售环节印上指纹，极有可能是嫌疑人在制作手雷时留下的。嫌疑人身上带着手雷，但是没用，还扔掉了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啊？手雷应该是嫌疑人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威慑作用而准备的，他的主要行凶工具还是枪。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2个弹孔，下摆上也有2个弹孔，这说明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吧？没错。子弹型号查出来了吗？查出来了，5222。啊，和海山案一样。弹痕是怎么比对的呀？也是用眼睛看吗？说了你也写不了。还真是那个人，他还真是胆大包天。他自制炸弹是不是要炸开保险柜啊？手雷里填充物的比例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爆炸效果，有3枚干脆是空心的。咣咣咣3下就砸呀，就是砸呀，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当场毙命。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。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。那他到底抢多少啊？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怒。金银珠宝拿出来，能够铺满整张桌子。这么多，88万。哎呀！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，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。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呢？哎呀，人杀了不算，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，抡起个撬棍呢，就是砸，就是抢，就是撸。这是真狠。
杀狗是添油加醋。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？哦，那倒是没见过。再说了，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，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，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。事儿办的这么有粗有细，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。哎呦，哎，老白，你也知道的不少啊，是抢了一条烟？真真假假，你挑着听。老陆，你往外传的时候，你也动动脑子，还狗了还。我就说老白聪明啊，看来你窝在报社画画真的是屈才了。哎，那是，老白从小就脑子就灵，哎，他要去抢，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啊！别瞎说啊！我还想，我的饭碗都快被抢了，我还抢？那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是资深的美工是吧？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抢我们老白饭碗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对呀，谁那么不长眼呢？想要绿色就可以变绿色，想要黄色就可以变黄色，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什么颜色。哇，这也太厉害了！这就是抠镯。这叫 CorelDRAW 第6代，跟 Windows 95同时上市，专业处理矢量图像。矢量？全新的算法，不受像素的制约。我没懂，不受制约会怎么样？就是说，无论你把它放多大，边缘都是平滑的。哎呀，先进呢！严总，严总，好。不知道，哎，人呢？哦，那边办公室都在那儿呢。哎呦，新系统，新软件，老白，你这半年危机培训班白上了。王鹏青图剑51，土生二干10岁语，你学了？排版进步到哪了？啊，总编，进度到老白面前了。没有交稿的3位，麻烦移步办公室啊。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访怎么样了？哎，你好，泉州都市报。您请讲。严主编，是这样的，我们3个呢，经过激烈的讨论，认真的分析，权衡了一下，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。我们认为啊，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，对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观察出来的顾客，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，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，我们就拉一边就踩他。真实性、全面度啊，切身体会，你们权衡了哪一点？咱们是泉州唯一的都市报，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？贴近民生，做市民的眼睛。不是，这话不要老从我的嘴里说出来，行吗？肉麻的。娃儿还能不积极？有什么心理压力嘛？赶紧去吧，啊！明天一早我要见到稿子。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加油！快去吧！加油啊！前一句是别有压力，后一句就明早见稿。这老狐狸对付我们是真有策略。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对付我们几个还用得着策略？关键是这不是硬着头皮就能干成的事儿啊！上次福利院，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。是啊，
我们是胆小，你是挂不住脸，旁人一看全是破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我们脸皮薄，他厚啊。啤酒，来半打。音乐声音太大了，听不清啊。半打啤酒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里啊是卡座，那都有最低消费的。最低消费？点什么你就上什么。废什么话？半打啤酒。再来2瓶人头马北少。好的，好的，你稍等啊。等会儿。4个骰盅。好的。把酒单留下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好的，哥。快点儿。2瓶人头马杯上。您的半打啤酒6瓶啊，都给您开了。怎么上来就全开了呀？哎，入先行吧，省得中途啊打扰起老板。那我慢用，喝好，蛮好啊。我2个，3个。陈峰，陈峰，看我。没有。服务员，来的。哎，来了。老板，要开票吗？开。5瓶红酒是995，1瓶人头马 XO 2399啊，1个开心果拼盘和2瓶可赛矿泉水，总共消费3548。啊，零头给您抹了，算您3500。走，买单。来，慢点，来，下次再来了啊。又是美好欢乐的一天，感谢大家光临我们鲲鹏娱乐城。那今天一区206台的老板消费至尊套餐，志享荣耀，志享祝福。祝老板金银财宝入囊袋，金银财宝入囊袋，美酒美人招手来，美酒美人招手来，福禄寿喜永常在，福禄寿喜永常在，掌声鼓励。今天呢，我们见缘有份，我们将会给每个卡座的朋友赠送一份开心果套餐。
跟你学了多久？啊，他天黑之前就走了。学不进去了？那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觉得他能学会吗？嗯，他倒是挺爱提问的。哦。结账。老沈，好了，你们俩真以为我喝多了？喝的，走走走。啊，走。哎，拿我钱包干什么？啊，偷着宰不够，明抢了是吧？哎，快送他走！你钱包还给我。钱包在呢。喝多了，慢点走啊。结账。您开发票不了？开。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。小伙子，你帮我算一个细账，我现在头有点晕。2瓶人头马是1680，一打啤酒是200，那总共加起来就是1880嘛。 2瓶人头马1680，一瓶多少钱？1瓶790。哎呀，对不住啊，老板，我脑子糊涂了。那总共那就是1780嘛。你这半打啤酒什么时候点的？没点，我们肯定是不会上的。上了我们却不喝。嗯，我这瓶还是之前点的呢。哎呀，这个好了好了，开票。这他妈公款消费还算得这么清楚？哎呀，这盯着点，那俩酒杯不让带走了。操，这王八蛋！老板，啊，这是烧钱，没几个什么几个钱。行。有。这消费也挺累的。哎，元宝，醒醒，要写稿了。写稿？来，走，开干！走。来，你们俩送他回家，我还精神，包子我来试试。别，哪有这么简单？你是美编，又不是记者，你不如把更重要的事情干了。逗我呢？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。我跟您说，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，全都是套。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，穿的不错吧，就把你领到卡座，就跟你说有低消，你肯定就不好意思，你抹不开面，你就只能认栽。中间喝酒也是，如果你再加酒，你加酒他就跟你加3儿，懂什么意思吗？他就给你加空瓶，加开过的酒，一点一点加。你喝的多，他就给你加的多，那不是你点的呀。最后都得你结账，包括结账，先问你开不开发票。如果你要开发票，就说明能报销，不心疼钱，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。你吃的多，喝的多，他加价就加的多。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，他也不退，拿回去他们卖2回，我都摸透了。你看那个酒，咋了？当然是假的，200%是假酒。
假酒。假酒，假酒能让你随便拿走啊？没有办法。你看他这个印刷，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，他这个像素都不够。我想了，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，这样更有说服力。哎呦，都让你喷醉了。配还是不配？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啊！配还是不配？对了，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。那我去哪儿？老白这2天怎么没来啊？就因为这1580。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？这一辆车没有，也没有人，哪有上午10点干这事儿的呀？不是，你不要带着预设看问题啊，要在实践中找到它的合理性。不好说呀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这种事儿，他肯定抓现行。我抓了现行，我……哎呀，你这叫舍身取义嘛！不要有思想负担，胆子要大一点。你赶紧进去，别误了点啊！等待你的好消息啊！要不真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没人吗？要不要看？少吃点什么？有什么特色菜吗？早烧呀。只是晚上才供应吗？要做也能做。这有什么？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、纯菜羹，都是用野生的纯菜芽做的，特别嫩。豆腐能有多嫩？野菜能有多野？不想吃。哎呦，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你想干什么啦？对呀，想吃人呀。不是让你起床了吗？你怎么还没起啊？知道了，马上就死了。来这边。
随便坐啊，我去打个水。干嘛呢？脱衣服呀，我给你擦擦。哎，事前还抽上烟啦？吃的有点饱，消化消化。不是没吃东西吗？怎么还需要消化消化了？秀色可餐。行了，别抽烟了。哎，我们抓紧时间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别害羞，我来吧。我可是按时间收费的。不用紧张，有什么可紧张的？干嘛呢？不是，姑娘，这个我自己带，我自己。哎，坏了。怎么了？什么都没做呢，怎么就这样了？我血热。我自己，这样方便一点。行，姑娘，我自己来。快点，快点！我抬屁股。姑娘，不是你，行，来抬屁股。我啊！抱头蹲下，抱头蹲好，把衣服给披上，起来，披上。不许乱动！怎么着？火气挺大呀！裤子，我的裤子！这会儿知道要脸了啊！疼！哎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哪儿？先把表填好啊，如实填写。进来。愣着干什么？拿着。干什么？好好填表。清早的这么猴急，就是，怎么他一来，警察后脚就到了？啊，是吗？我占到便宜了吗？哦呦，你也没有付钱的呀。对呀，不怪你怪谁啊？对呀，真是老百姓。哎，干什么？安静点，好好填表。我，老板，厉害呀，1打5啊！赶紧走，没你事啊。振军，领导电话。领导，我振军。怎么样了？抓着了，正登记呢。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。你说那个戴眼镜的，
跑了，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，他们需要素材。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，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啊？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？人都跑了，你们怎么还抓了现行啊？运气好，碰到个真嫖客。行了，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。这2天怎么样？玩呢？专业点行吗？什么看？认真对待。来，你们几个。白铁瓶。不是啦。来了，老白，老白，哎，你就坐我对面。白记者啊，我真是佩服你。为了逃避这个矢量图，你真是下了血本。别提了，我这趟亏大了。你还亏了？嗯，我被人家吃豆腐，还被抓起来，心惊肉跳，吓破内胆。2楼走廊挂着统一的包厢门牌，窗户掩映着饭店的业务大字。乍看之下，与餐厅的大堂并无二致。一进包厢，却是如卧室一般的家具排布，墙上挂着庸俗的挂历海报，粉艳的真丝床品和窗帘。老白，这能是你吓破内胆观察到的细节？就是啊，这不可能是第一次去吧？职业素养懂不懂？行了，我们帮你一起搬去啊！哎，对，走，谢谢兄弟们。老白。你怎么想的？这案子都过去1年多了。你看啊，案发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报道，现在案子破了，没有人知道。这凶手的情况也是求证过的。李元杰被抓的那个舞厅叫新世纪，就在我们家附近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，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，我都求证过了。总编，我是长新人，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，肯定会有人看。白狼，说实话，可以当。有前提？没前提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，但是以前写啊也就写了，现在写是要曝光的。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？的确需要再斟酌一下。我明白，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。不是学问，是责任。白朗同志，你好，我叫石占军。
你看，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的。我要知道你是记者的话，就不会下那么重的手了。就我一个男的，你能认错？确实认错了，所以我才来认错。这次行动事发突然，咱俩提前没搭上照面吧？关键是，你很难不让人认错。什么意思啊？真的，即便你从报社里走出来，都很难相信你是一名记者。谢谢。我请你吃饭。那天啊，确实有个小伙子，也戴个眼镜，被捕之后才知道，他才是真嫖客。对不住啊，我呢以茶代酒。哎呀，看，喝了这一杯，你再吊着脸的，那就不合适了吧？形象气质太好了。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？我感觉真的，你太适合做暗访了。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。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、能沉得住气的。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？未来肯定是好搭档。好搭档。别给我戴高帽了，我还想多活2年呢。之所以说是搭档，是因为你能帮我，我也能帮你。你帮我，要不然你这报道哪儿来的呀？你不去打头阵，你哪儿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？黔州这么大，违法的事藏得那么深，你单枪匹马你能挖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？能有我们权威？记者揭露真相，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。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，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，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4个字：拨云见日。不是学问，是责任。受折上折。这个门从内外都能开。晚上守夜班的保安从内侧把门锁上之后呢，就把钥匙放在了接待处。早上营业之前，再从里面把门打开，之后呢，钥匙就会被收起来。凶手作案后，应该是直接拿钥匙开了门，从大门离开了现场。至于是怎么进来的，我们检查了所有的窗户还有通风口，都完好无损。正面的另外2道门呢，也没有破坏痕迹，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从大门进入的珠宝行。保安给凶手开的门，目前不能排除这可能性。我们正在调查2名遇害保安的社会关系。珠宝行内部的活动轨迹查清楚了吗？还没有。珠宝行面积大，客流量也大，留下的指纹和脚印太多了。我们已经出警10个小时了，才刚刚把保险柜柜台后面那部分采集完毕，整个店面都要采完，估计得好几天吧。叶老师，保险柜上的脚印我们也都采了，但是是空脚印。我们就是跟着空脚印来推测凶手的行动轨迹，应该是先绑人，再敲保险柜，中途杀人，然后继续敲保险柜。
怎么了？我是想啊，既然凶手会穿着鞋套来作案，就说明他具备明确的反侦查意识。刀和撬柜上面也都没有留下指纹，他肯定戴着手套。我们这么费劲的踩下去，可能最后踩到的只是顾客和店员的痕迹。帮我拿进。好。钥匙。这把刀上有很多刮痕，这刀尖上的刮痕比较深，明显是新的。这都带着撬棍的，需要拿刀撬什么东西吗？哦，对了，叶老师，这是从黔州市刑侦支队借调过来的实战卷。叶老师您好，我听过您的课。哦，我师哥。你说的对，砸玻璃也用不上刀。可以啊。哦，这几天珠宝行在装修，这3部电梯都处于停用状态。小高，马上联系电梯维修人员，